那你在你的疾病没有形成一定规模的时候，它只是一个功能上的问题的时候，这时候你怎么去做什么检查能把它查出来？很难查出来。这点我跟你说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临床上经常碰到这个，不管你是在心血管科还是在呼吸科，你都会遇到很多人说我胸闷，我咳嗽。你不要听他这么简单说。比如说有的人咳嗽，他去了呼吸科，但是呢，他查不出来问题，医生只能猜测啊，你是不是有过敏啊，有什么其他问题啊，给他用药。然后结果呢，他这种咳嗽是什么咳嗽？你仔细问的时候，他是我这个先开始我胸这儿稍微闷一下，然后我才咳嗽几声，但是我没痰。这种咳嗽你要小心是不是心脏出问题。还有的人呢，明确有胸部的一些发闷的感觉，特别是生气以后啊，或者是劳累熬夜以后啊出现的这种感觉，然后呢他去做检查，查不出来怎么办？查不出来你就不治了吗？这时候还是应该如果有条件去找中医大夫把脉，看看舌象，去诊疗一下，看看是不是通过针灸可以判断。比如说我临床上经常遇到一些年轻人，他出现了类似心脏症状，你跟他说完之后呢，他不相信，他觉得我可能没有这样的情况，你怎么证实我有这样的情况？我做了心脏彩超，我做了心电图，甚至我做了平板试验，都没有诱发出来这些情况。有的人去做了造影，心血管都是真的呀，因为他很年轻啊，他查不出来。但这时候呢，我都会给他实验的，比如说你坐在那儿，我给你扎几针，我就简单的扎上2针或者4针，他很快就会有反应。或者是呢，他在发病的时候呢，我让他舌下含服5到10粒的速效救心丸，你含服完之后，你看你的症状是不是变化了？有的人含服完之后就有变化，说明他还是跟心血管应该相关的。或者有的人含服完之后还没有变化，还是没有缓解他的胸部的症状，那这时候我给他扎针灸，有可能他扎半个小时之后，胸部症状有变化了，这时候也说明他还是跟心脏相关。这个时候呢，就是一些物理检查查不出来的问题，我们就需要用这些方法去判断一下，然后呢，用中药或者针灸去干预去治疗。所以有的患者呢，就是我们不要太纠结于这个，一定要把问题查找出来再去解决。这个只要你发现问题了，我们就应该有方法去解决它。行，我今天就跟大家说到这儿。